走了，没有证据呢，我们也不能找你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早点交代，不要让你妈妈担心。你们有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等我们拿出来，你再交代就晚了。对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你们能有什么证据？你跟兰雅没有什么事情吗？他是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是你了。他主动交代的，态度又好，我们就先放他回去了。我看到的事情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他的心理素质不错，关键时刻还懂得沉默，控制节奏，平稳情绪，这都是一般的惯犯做不到的。这都是在哪学的？给他放段录音。在我的爱人与我之间必将竖起300个长夜，如300道高墙。这盒磁带你还认识吗？熟悉吧？有没有想起什么？我喜欢乌拉雅，但只是我单方面的。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我，在他眼里，我永远都只是个小孩。就算他跟徐玉离婚，也不会选择我。所以，你为了得到他，什么事情都愿意给他干。我喜欢兰雅，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我并没有撒谎。兰雅杀徐野是在很危险，并且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，他就是正当防卫。谁给他设的正当防卫啊？你判给他的呀？这个案子要是没有疑点，我们跟你坐在这里耗什么呀？嗯？小刘，你是不是跟周龙搞上了？你不会拿是吧？我忍了，我现在就杀了周龙！那天晚上的录音，你们干了什么？全都在这里面。你应该想不到，蓝雅把那个磁带留在了缝纫机里面吧？周洛，满屋子都是你的痕迹，伪造现场那么容易啊？你比我们警察都专业了。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啊。来，认识吧？啊？好好的想一想。你碰过这个斧头吧？没有。没有。那我跟你分析一下啊，这个斧头除了徐毅的指纹之外，什么痕迹都没有。你不觉得好奇怪啊？斧子是常用的工具，放在柴房里面，上面肯定乱七八糟，谁的指纹都有。而且这把斧子，看斧柄和刀刃，应该是用了很多年。这上面确实干干净净，什么痕迹都没有。除非只有一点，有人想要故意除掉它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南雅她爱干净，她就老擦洗这些物品嘛？小刘，打比方，这是一把斧子，我拿了它满屋子砍你的时候会怎么样子？啊？躲是不是？啊，那它自然会砍到墙上，砍在桌上，砍在很多的地方，
手在用力的时候，一定会不自然的去挪动自己的位置，那怎么可能只留下这一处痕迹呢？我对南雅家他们的生活情况不了解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连徐的大衣上都有你的头发呀？那天我参加完清华的面试回来的时候，跟徐艺坐的是同一班车。头发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在他大衣上留下来的。你跟他坐过同一班车？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是水火不相容，我怎么可能坐在同一排呢？你们可以质疑我的人品，但是法律总要讲逻辑吧。南雅如果想要去杀掉徐艺，他起码得先下药啊，不然以他的身材还有体重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么高大的男人？徐艺打南雅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吧？都已经闹到妇联了。南雅想要离婚是迟早的事情，他有什么动机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杀徐艺？明明就是正当防卫，你们却非要在这里逼问一个唯一的目击证人。难道法律不应该保护受到家暴的女性吗？周老，你说你对他那么好，他对你怎么样啊？啊？我对他只是一厢情愿。你觉得是吗？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为他作证。真是一个傻孩子。你晓得弗利凡吧？就是南雅的继兄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呀？徐艺为了南雅，杀了他。两个人一起尝死，就在刘长水死的那个府里面。南雅跟你说过吗？你真的是为了一个人什么都舍得呀？前途、爸妈，你都放得下呀？他呢？啊，转身就走掉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周老，你以为我在骗你啊？骗你的不是我哟，骗你的是南雅。徐艺当年比你是豁得出去，他为了南雅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一样的下场呢？啊？不可能。这样的审法，哎，人都要急死了。哎，老陈，我一直在想，咱们为什么不一上来就把那个录音给他听，然后哐哐哐一通猛攻，说不定他就招了。当然不行。案发当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境，都是我们的猜测和推断，并没有定论。
一旦我们的推断有误，以周洛的聪明才智，很快就会意识到，我们并没有掌握确凿无疑的证据。接下来我们再想攻破他的心理防线，那就难上加难。现在这个案子能不能破，关键就在口供。所以第一步啊，我们先释放了对于他们俩关系的质疑，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他们俩关系的自圆其说上，然后我们再告诉他现场斧子上的漏洞，这是第一次声东击西。啊，对，那个点上的确实特别意外，但是这个漏洞还不至于击溃他，所以第二步我们就抛出了徐毅杀死胡立帆的信息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南雅是不可能告诉周洛的，所以一定会在他内心造成巨大的震动。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撤呢？这个震动是不可能导致他直接供述自己杀人的。当下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更加防范，所以我们要等，要留出足够的时间，让这个疑惑在他的内心发酵。这样一等就是半天啊！他说软硬不吃了。行了，今天不审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不审了，员外。他今天不烧，明天我们压力可大了哇！我们现在打的是心理战，就如同在黑暗中下盲棋，每走一步都要预估周围的形势，谁先沉不住气，谁就会溃不成军。现在，我们已经把现场的录音给周洛听了，在周洛的视角得到了4个信息：一，他跟南雅的关系我们已经掌握；二，现场的斧子上留下来的漏洞；三，南雅有可能是利用了他的感情；四，现场的录音有可能是暴露了一切。你们好好的想一想，周洛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弱点，前途了。错，他对他自己的能力完全自信。当初据理力争，不顾一切的从大学退学，再到军阀的降分录取，他不都是稳如泰山吗？那就是对南雅的信念。这个钉子我们已经钉下去了，但是到底能不能撼动，这要看他们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。哎呀，关键是现在现场那些证据啊，也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周洛杀人了。咱们留置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，明天再审不出来，队长又要炸掉了。你真的觉得当着他的面放掉蓝牙，对他会有什么作用啊？作用不大。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？你想做什么啊？让我们警队上上下下背一个这么大的雷啊？你觉得周洛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你不要搞得玄玄乎乎的好不好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什么？鬼相劫。强还是老的老？这人关在里面见不到人，你还不如让他妈当着他的面哭一场呢。我并不是要在周洛面前放南雅，我是要在南雅面前抓周洛。关在里面的人并不是最关键的，我们要攻破的是放出去的人。周洛的弱点，也就是南雅的弱点。你滚！顾小姐，你怎么还敢来？顾小姐，还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我对你这么好，却被你害成这样！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！你是魔鬼，魔鬼！我现在就要杀了你！不要打我嘛！魏小姨，不要打我嘛！魏小姐，魏小姐，我先把孩子带回去。我害你！先把孩子带回去。我害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
不出来了。阿姨，听说你病重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我从来没有爱过他。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能带给我什么？我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了。这里面没有谁为了谁顶罪。生活不是小说，没有那么浪漫。周若就算再幼稚冲动，他也是成年人吧？他难道不知道杀人要付出多大代价吗？更何况他那么聪明，前程似锦，未来好姑娘多的是，为了一时的心动杀人，值得吗？反正徐毅当时拿着斧子要砍我，我不能站在那儿等死吧？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你们要是觉得我是正当防卫，那我就是没罪；如果要不是，那就判刑。不要再牵扯出一些无聊的人和事了，给我编什么爱情故事、花边新闻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真正爱过我，那就是我妈妈。她早就已经死了。你不相信我？不是叫你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。你冷吗？刚下水的时候有点，现在身上热辣辣的。皮肤上是不是像火烧一样？水越冷，离开水以后，皮肤就会越热，浑身的细胞好像被激活了一样，脑子也变得更清醒。所以这是你来这的理由吗？我来这里是为了提醒我自己。提醒什么？活着，死很容易，可我还有婉婉，没有那样的自由。我不能死，该死的人是他。我们今晚就在我家睡，我明天一早给你送回来。不用了，明早我自己过去接他吧。你快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
材料呢，我们已经全部看过了。你多次遭受家暴，从伤情鉴定情况看，情节是比较严重的，所以我们帮你申请了法律援助。这位高律师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律师，他会全程的帮助你维权的。谢谢，高律师，我就是想要离婚，我想知道像我这种情况，能不能得到孩子的抚养权？本来是十拿九稳的，但是火车站那件事现在对你十分不利。那件事情全都是徐毅自导自演的，但这可能就是徐毅有预谋的策略，他故意在人多的地方上演这么一幕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。有无数的目击证人看到他和徐坚老婆捉奸，现在你是百口莫辩，因为没人会相信有人愿意用这么不堪的事实来抹黑自己。可是我被他打，大家也都看到了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在所谓捉奸的极端情况下，也算是事出有因。现在家暴这件事的定性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现在也变成了婚姻破裂的过错方，加上你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所以对孩子抚养权的争夺已经没有什么优势。不行，孩子的抚养权我一定要要。你别着急，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优势，但不代表一定会失败。这样，你可以试试找找徐坚的老婆，说服他帮你作证。没有可能的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明天我就把起诉书递上去。另外，你们现在一定要保持一个分居的状态。南雅，你不要有所顾虑，我们妇联会尽一切所能维护你的合法权益，帮助你脱离不幸的家暴婚姻。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积极的帮你取证的。好，谢谢。昨天打南阳，衣服都撕烂。我现在看什么女人都没劲儿。你说他怎么能跟徐坚呢？要是跟徐坚，我是不是他也能看得上？要不你上他店里试试？哎呀，我想南阳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哎，你说他怎么能跟徐坚呢？生了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碰上两个混蛋。怎么了？谁敢惹我兄弟？你自己小心点吧，别惹事。放心吧。走，里面。头洛，院长有点过头了吧？南雅出事那天，你为什么没来学校？作为兄弟，我提醒你啊，危险的路绕着走，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。走不走？你俩干嘛呢？走，不行，后座有点松啊。就是，走吧。我也骑。南雅，你怎么还有脸来？出去。都过去了啊，消消气。你看这个你喜不喜欢？这个是我专门托朋友啊从香港带回来的。你接下来是不是要下跪，哭着跟我求饶？你要是想让我跪呢，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只要你能消气儿。我承认，当着那么多人面动手啊，确实是我不对。那你也不应该带着婉婉跑啊。徐毅，我劝你别费口舌了。这个婚我离定了，我们俩好聚好散。你的钱我一分都不要，婉婉归我。你要是不签，我已经找好律师起诉了。
想离婚是吧？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俩曾经经历了什么？你还欠我条人命，这个时候想跑啊？没门儿！对了，这个镇子上我认识的律师比你多，我可以介绍一个好的给你啊。帮我查个人。你谁呀？我有一个朋友住在这，但我不知道他住几号房间。姓名？徐毅。没有这个人。陈玲。陈玲。刚退房，人都走了。他是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住？你到底是找人呢，还是想干嘛？没事，谢谢啊。你在啊？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？不开门就代表不欢迎。这么晚你过来干什么？我给你带了东西，这些都是我在网上查的，跟你案子相似的离婚案例，你可以参考参考。Profile from a server that's 10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研究人员。哎。听见了吗？
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不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
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遇加雪。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？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互相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这儿。这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说的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。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？
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好，暂停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你先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哎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。这个包明显比刀牙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？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有点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水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
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了，来了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新队员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，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呀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，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，听听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大师？好啊，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。要分个主次，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，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。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？不是，
这个会我看明白了，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。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句。哎，你就开门来。不决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决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的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不决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的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
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坐。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尸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前下后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2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瓮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大胆做就是了嘛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点上，魏国兵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两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，是。来支援了！高云啊，说，高云啊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啊！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，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、孩子不方便的，尽管提出来。
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操！这么多垃圾！哎哎，等着您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讯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的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你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大哥，这什么地方？地刷厂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区分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彭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后撤！江东宁江市。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口气儿。好，没事，我还行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维修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套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会儿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，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儿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对。
当时他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先撤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辛苦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面皮里过去的。人就穿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啊，对了，头，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？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啊，做好一件事，啊，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这3条路走哪条？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